大家好，我是霍士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你今天戴什么表呢？今天要来分享一只外观非常亮眼的潜水腕表 Wishdoing WSD 9012蓝色渐层面盘。这个品牌是来自香港，近几年在网络上很活跃，走的是年轻化、潮流化路线。表盒采用双边开合设计，里面附有一张保固卡，品牌方有长达5年的保固服务。因为我手上这只是评测表，所以保卡是空白的。另外盒内还有一张印有品牌 logo 的擦拭布，以及一支用来调整表带的简易工具，配件算是蛮齐全的。手表本体则是稳稳的收纳在里面。我们先来看看规格的部分，表壳直径约是12毫米，表耳到表耳是17毫米，厚度12.5毫米，表壳材质不锈钢，机芯使用的是米尤塔自动机芯，防水性能100米，镜面是蓝宝石镜面。接下来看外观设计，圆形不锈钢表壳线条利落干净，没有多余修饰，属于耐看型的运动风格。厚度来到12.5毫米，虽然称不上纤薄，但在潜水表里算是控制得不错，戴上手上不会显得太过笨重。表耳到表耳是17毫米，比例拿捏得刚刚好，大部分手腕都能驾驭。单向的潜水表圈采用蓝色与白色的双色设计，第一眼就给我清爽抢眼的感觉。旋转结构有120格，手感轻松顺畅，没有松动的问题。刻度也能与盘面时标对准对齐。表圈上覆盖了一层玻璃，看起来虽然不是蓝宝石，但与盘面上的颜色相互呼应，整体视觉效果相当协调。再加上粗犷的大字体刻度，营造出强烈的运动感与辨识度。盘面部分是我认为这表款最吸引人的亮点。我手上这只蓝色款使用的是渐层波浪纹面盘，颜色由深蓝一路淡化到接近白色，就像海洋与天空的交界。光线照射下，纹路会随着角度呈现出不同深浅，让整个面盘看起来很有层次感。这样的设计不只带来了清爽的运动氛围，也同时保有一点正装感的质感。除了蓝色版本之外，品牌还推出了绿色和卡其色，让这个系列更具多样性。不同的颜色搭配相同的波浪纹理，每一款都有它独特的味道。对我来说，蓝色是最能呼应海洋气息的选择，而波浪纹路也让表盘多了份动态感，既耐看又有特色。镜面使用的是平面蓝宝石，上面还有加上 AR 反射涂层，这点我觉得品牌蛮用心的，因为在不同角度下能够很清楚的看到底下的细节纹理，不会被反光吃掉。这就是蓝宝石镜面加上 AR 的加分效果。至于时标设计，采用大面积夜光涂层的圆点与长方块结合，搭配渐行指针，表面还做了亮面抛光处理，增加反射感。秒针的前端则是小巧的三角形，读时非常直觉清晰。6点钟方向设置了日期视窗，还带有银色的外框，看起来简单利落，让整体盘面风格融合得很自然。时标与指针附有夜光涂层，在盘天看时是简洁的白色，到了暗处经过光源蓄能后，会散发出清晰的绿色光芒，即便在低光源的环境中，也能保有相当良好的辨识度。这对夜间使用或是户外运动来说相当实用。壳体的部分整体线条相当流线，缩边处理也很到位，上半部与侧面都采用了拉丝处理，而在交界处特别加上了一道抛光切角，让光线照射下能够呈现细致的反射效果。这样的拉丝与抛光的对比，既保留了运动表的粗犷感，也多了一点精致度。表耳的倾斜角度也很自然，让表壳能顺畅的贴合手腕。链带与表耳之间的密合度表现不错，视觉上连贯性还可以，不会显得突兀。来聊聊链带的部分，这条3版式不锈钢链带算是比较常见的标准配置，从结构来说整体还算扎实，但在细节打磨上就偏向普通了，特别是前端与表耳的密合度不够，缝隙看起来也有点稍微过大，边角的处理也比较生硬。如果能在抛光、倒角或者圆润度下点功夫，整体质感会好很多。这部分我觉得也是 Wishdoing 在同价位带里，如果想要脱颖而出可以加强的地方。因为现在很多同级品牌在链带细节上都会做得比较精致，这就成为消费者会比较在意的差异。至于表扣采用的是折叠式安全扣，正面印有品牌 logo， 算是中规中矩，日常使用上功能没问题，耐用度也够。另外还提供了5格的微调孔，对于调整佩戴舒适度来说也算实用。底盖的部分使用的是旋入式设计，
周围刻上了表款的基本资讯，包括防水深度150米，而在底盖中央可以看到一艘航行在海面上的帆船图案。雕刻的细节表现还算可以，不算特别精致，也不会显得粗糙，整体看起来还是有一定的质感。这表款搭载的是 Miyota Caliber 8215自动上链机芯，这枚机芯非常的常见，可以说是许多入门自动表的老朋友。它的正品是每小时21600次，也就是每秒6下。动力储存40到42小时，动储少了一点。而要注意的是，8215算是一枚初阶机芯，所以它没有停秒功能。也就是说，当你拉出表冠校正时间时，秒针不会停下来。如果你需要到精准到秒的对时，就需要稍微习惯一下。在精准度的部分，官方标示日差大概在正30到负20秒，虽然比不上高阶机芯那样稳定，但以这个价位来说，算是可以接受的范围。而8215最大的优点就是耐操、容易维修，所以可靠性和维护成本其实也不用太担心。这枚机芯没有华丽的打磨，也没有什么高规格，但胜在实用耐用，是入门机械表的一个稳健选择。佩戴感受方面，这只手表的直径是12毫米，标到标是17毫米，比例掌握的相当均衡，厚度只有12.5毫米，搭配上平面蓝宝石水晶镜面，整体看起来不会笨重，重量控制在一个刚刚好的范围，拿起来有实在感，但不会因为太重而让手腕觉得累。表耳的下弯角度处理的算是蛮自然，戴上手之后就能贴合手腕的弧度，不会出现明显的缝隙或是悬空感，这点对佩戴舒适来说很重要，尤其是长时间佩戴的时候，更能感受到它的亲肤性。以我8英寸的腕围来说，这只表刚好有那种有点分量却不笨重的感受，正面看起来比例协调，侧面也不会过于厚重。走在户外阳光下，表壳与链带的反射，加上蓝色面盘的渐层波浪，会让这只表在手腕上特别显眼。如果你的手腕大约在 6.5 到 7.5 英寸之间，我觉得会是这表款的最理想比例，既能展现存在感，又不会因为尺寸而显得大或过突兀。即便是穿衬衫收袖口，这只表都能自然的滑入，运动休闲甚至是半正式场合也能胜任。整体来说 Wishdoing WSD9012 算是一只价格与功能之间取得平衡的自动机械表，它的亮点明显是渐层波浪纹理，带来了不错的视觉层次。蓝宝石镜面与100米防水也让日常佩戴更安心。当然它不是完美的表，链带细节普通，佩戴时让我觉得少了一点精致度，而搭载的 Miyota 8215机芯虽然稳定，但在规格上属于入门级。如果你看重的是外观设计、实用性以及相对亲民的价格，那这表款可能是值得考虑的。但如果你追求更高阶的机芯，或是更讲究的打磨细节，那可能就需要往更高价位的选择去看。以上是对 Wishdoing WSD9012 的介绍。你对这表款有什么样的看法？你会选蓝色、绿色还是卡其色的版本？还是你觉得这个价位应该往其他的品牌比较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老朋友记得帮我按个赞，欢迎新朋友订阅厚实频道，打开小铃铛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是厚实，愿上帝祝福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